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句至理名言的意思是指真正明白一件事情的人通常不会大声宣扬自己的见解，而那些一直在大声张扬自己见解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事情的本质，或者缺乏深度的理解。这句话强调了谦逊与谨慎的重要性，提醒人们在言谈中应该谨慎思考，而非盲目表达。在遥远的山村里，日复一日，村民们过着平静的生活，但突如其来的严重瘟疫却打破了这份平静。这场瘟疫像是一道黑暗的云层笼罩在山村上空，将人们推向绝望的深渊。起初，村民们对这场疫情感到震惊和不安。传言中，有人因感染疫病而突然倒下，身体抽搐不止，发出令人心悸的呻吟声。恐惧如影随形，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他们仿佛置身于一片无助和绝望之中。村中的年轻人也不例外，他们原本充满活力和希望，但在瘟疫的笼罩下，他们的眼中充满了焦虑和困惑。父老乡亲们无助地望着自己的子女，心中充满了无奈和忧虑，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这场灾难的侵袭。在这样的情况下，村民们的生活变得一片混乱。原本热闹的村庙和街市门可罗雀，取而代之的是寂静和萧条。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纷纷关闭了家门，不敢与外界有太多接触，生活仿佛停滞了一般。面对山村中的严重瘟疫，村民们纷纷感到绝望和困惑，他们心急如焚地寻找能够解救他们的希望。在这场灾难中，他们想到了村中声望极高的智者梁白云。梁白云是这个山村中公认的智者，他的声望和智慧深深地根植在村民们的心中。梁白云的居所是一座古老的竹屋，坐落在山谷之间，四周环绕着青翠的竹林。他的屋子简朴而温馨，院子里开满了各种花草，显得格外宜人。他会静坐于庭院中，眺望着远方的山峰，或是捧着一本古籍，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之中。梁白云的智慧不仅体现在言语中，更体现在他的行动中。他经常帮助村民们解决各种问题，从种地到家庭纠纷，无一不是他心甘情愿伸出援手的对象。当村民们匆匆赶到梁白云的居所时，发现他正在安静地坐在自家小院中，一旁种着几株翠绿的竹子。他的脸上没有丝毫惊慌，反而透露出一种淡定和安详。当村民们向他述说瘟疫的严重情况时，他静静地听着，眼中却闪过一丝思索的神色。面对村民们的困境，梁白云深吸一口气，慢慢地开口说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他的声音平静而有力，仿佛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这句至理名言犹如一泓清泉，滋润着村民们烦忧的心灵，让他们感受到了一丝希望和安慰。村民们初时不太理解梁白云的话，但他们也感受到了其中的深意。梁白云的言辞简练而深刻，仿佛在告诉他们，智者不会轻易言语，因为真正的智慧来自于内心的静默和深思。村民们听完梁白云的至理名言后，心中充满了疑惑和困惑。他们不禁纷纷思索，试图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深意。虽然一时无法完全理解，但梁白云的指导激发了他们的思考，让他们开始反省和深入思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开始展开讨论，试图找出解决瘟疫的方法。一些村民提出了不同的建议，有人建议增加防疫措施，有人提议聘请医生前来治疗，也有人建议寻求神明的庇护。每个人都在发表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够为村庄找到一条出路。
然而，梁白云却静静地站在一旁，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平静和信任，仿佛在告诉村民们，他们有能力自己找到答案，而不需要依赖外界的帮助。渐渐的，村民们开始意识到，解决瘟疫的关键可能就在于他们自己。他们开始反省自身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尝试找出可能导致疫情爆发的原因。他们不再盲目地追求外部的解决方案，而是开始从内心深处寻找答案。这场思考的过程并不容易，村民们经历了许多挫折和困难，但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相互支持，共同努力，最终找到了解决瘟疫的方式。正如梁白云所说的那样，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真正的智慧来自于内心的静默和深思。在梁白云的引导下，村民们齐心协力，面对着瘟疫带来的威胁。他们集思广益，通过谨慎合作和寻找解决方案，展开了一场艰苦但意义非凡的抗疫之战。首先，村民们进行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加强了个人卫生，严格控制了人流。同时，他们在梁白云的建议下，积极寻找解决方案，不再盲目地追求外部的帮助，而是从自身找寻潜在的问题。这场寻找真相的过程并不轻松，村民们需要面对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环境，找出可能导致疫情爆发的原因。这期间，梁白云并没有给予具体的指导，而是以他的至理名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来引导村民们自行思考。他相信真正的智慧来自于内心的静默和深思，而不是依赖外部的解决方案。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们逐渐发现了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生活习惯可能是瘟疫扩散的原因，他们纷纷调整自己的行为，努力改善环境。这些小小的改变在整个村庄中起着积极的作用。最终，村民们成功地控制了瘟疫，找到了度过困境的方法。梁白云的智慧和至理名言成为了村民们心中的指南，带领他们走出困境，重新找到了希望和力量。这次疫情的挑战让村民们更加意识到，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团结和自省，而至理名言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他们前行的路。